每天打开 Facebook、Line Today 跟 Google News， 常常可以看到耸动的标题，还有钓鱼文章充斥在版面里，却看不到真正重要的新闻。为什么现在的新闻变成这样？我们是怎么走到这里的？还记得震惊全台的创意私房案吗？记者们花费半年的时间，网络蹲点调查，才终于揭开这起大型性剥削的犯罪真相。最后也促成了性平3法的修正，这就是好新闻的力量。但像这样耗时又费力的新闻，都需要资金的支持。根据2024年台湾媒体白皮书，10年间新闻媒体赖以为生的传统广告收益大幅下降，而网络广告占比也上升到70%。这当中的广告收益又被 Google、Meta 等科技平台大幅抽成，新闻业者的收入明显崩跌。在网络上买卖广告，买卖双方都需要相应的技术，另外还需要一个数位广告交易所媒合双方。根据美国司法院的调查， Google 透过恶意并购垄断数位广告交易技术，迫使广告买卖双方都得使用 Google 的服务。不止如此， Google 还从每笔交易中不合理的赚走至少30%以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篇自由时报的新闻，这当中就有4则是 Google 会抽成的广告，而社群媒体又是另一套操作。以 Facebook 为例， Meta 精心设计动态墙机制，让人滑得欲罢不能，所有人拼命生产内容抢夺眼球，新闻媒体也加入这场角逐，大家改用社群媒体，广告商看见流量热潮，纷纷把广告预算砸向社群平台。当大家都习惯用平台看新闻，结果呢？平台靠新闻媒体的免费内容赚到了大量的流量跟广告钱，新闻媒体没有了广告收益，只能无奈暂缓高成本的深度报道，这让新闻内容变得空洞而且肤浅。面对恶劣的新闻环境，许多国家已经祭出了新闻议价法，要求平台释出合理的广告收益给新闻业者。我们应该制定自己的新闻议价法，让新闻媒体能够像 Google 还有 Meta 要求合理的报酬。但是如果我们参考澳洲的议价法，大型的媒体会以不再为平台提供内容为由，和平台进行协商。但小型和独立媒体提供的内容较少，就算不让平台使用，平台依旧有足够的内容吸引使用者。因此，透过和平台议价，小型和独立媒体难以谈出合理的分润。因此，我们提议向跨国平台收取额外的税收，并成立新闻基金，交由独立的机构监督，让提供优质内容和身处劳动环境的新闻工作者可以收取到这笔财源。因此，我们希望透过新闻议价法和新闻基金，让台湾的新闻站稳脚步，勇敢监督政府，成为揭露真相的先锋，让新闻成为连结人民、化解对立的重要桥梁。我们邀请大家一起签名联署，表达对修法的关注。请加入我们的行动，一起改变台湾新闻的未来。